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 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好，美好的周日时光，观众朋友假爸爸，刚才我们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大家有好好吃饭吗？因为回到了我们下午的比赛现场，您现在透过画面呢，看到的是113年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公开混合组的4强赛了。这场比赛由桃园市来对战台南市。两队也是从预赛啊、复赛这样子一路进行，然后现在在4强赛的舞台相遇。当然，获胜的一方呢，就可以拿下在压轴赛事通往冠军战的门票。好，我们现在看到场上身穿黄色队服的是桃园市。
黑色队服的是台南市，这场比赛看谁赢哦，就会进到我们最后一场的冠军战。对，相信两队都是磨刀霍霍，想要争取下这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没错，尤其是在这2天这样一连串的赛事考验下呢，中午大家可以得以喘息之后，在下午呢用最好的状态来争夺这一场4强赛的关键。目前持盘的是背号39号池场佑，也是台南市这次的队长。场佑，好，他的开盘，我们来看看这场，哎呀，很聪明，蹲地直接把盘让他送出去。对，吴木爱真的很聪明哦。如果这片先接起来的话，就会在角落的位置做开盘。但是让他顺利的飞出界外，就会从出界发盘点开始。桃园近几年在飞盘运动的发展上非常的蓬勃跟盛行，然后这一次呢，他们在公开组跟青少年组啊，其实都有派出代表，然后也希望呢能够取到一些效果。是目前我们看到持盘背号12号是这次桃园市的队长魏世杰，也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然后看一下这2支能够晋级到4强的队伍，应该攻防两端的水准都是很够的。这一场比赛也是第一次桃园市在我们主场地进行比赛哦。所以观众朋友们前几场比赛都没有看到的话，可以欣赏一下桃园市的飞盘。这边跑位受到一些影响，他要提出吗？应该是没有哈。因为这次在我们比赛的场地台中市北屯区多功能草皮运动场呢，其实是有3个场地啊，同时在进行的，才可以消化我们本届杯赛这么多组的赛事。对，那有架设转播机器呢，就是在我们的场地1，所以大家也都是轮流，让希望在这2天啊，尽量安排到所有队伍都可以在转播的画面中介绍给观众朋友。好，高点的争抢接到，但应该已经是出界的状态了。对，没错，那个选手接到的时候还不确定是否出界哦，可是场边的先接再说，队友就告诉他出界了，这也是蛮有运动家精神的，而不会说他是因为我的队友，所以我说啊这是界内。对，这是有运动家精神，很棒。刚才尝试接盘的是陈黄明。等一下再看看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位置稍微修正一下，或许就可以创造得分了。现在双方依旧是还在寻求破蛋分。哎呦，这个跳出来界盘跳得很高。这个防守是非常精彩的防守，可以看到场下的队友们非常的振奋，因为他用一拍啊就完成了攻防转换。哇，这个盘越过了！哇，这是一个精彩的送哦，因为在回旋的过程中呢，这个盘先是越过了一个黑衣人，再越过了一个黄衣人，最后送到了自己队友的手中。我们看一下，哇，前面2位男选手都没有办法掌握到，看来这个弧度啊，就是为 N zone 里面的女选手的高度所设计，所以最后精准的找到她。对，这片飞盘确实绕过了许多的人墙哦，然后顺利的接到，也恭喜台南市在第1分顺利拿下。对，这有点像我们看那个足球在罚12码踢那种香蕉球，对，绕过人墙之后，从这个球门的死角给打入，非常精彩，也是那种世界波。对。其实刚刚在这个中午的休息时间，我就有观察到台南队的选手们，他们在场下就是一直在沟通，然后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传递。是，他们是希望，不要让中午这1个小时去影响到他们的节奏，还是希望把自己保持在这个备战的状态里面。是因为其实我们比赛与比赛之间的休息时间其实还是有大概1到1个半小时左右。如果身体冷掉再重新恢复的话，其实还需要一些热机的时间呢。是。
桃园这里 ，OK， 这样在界内是有的。桃园这边追回了1分，得分的是3号的选手吴默爱。看一下两位在右边线很接近啊，已经将近快要在线外面了。还好那个飞盘速度送得够快，及时。默爱也是在桃园市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女生的角色，不管是在控盘或者是箭头的部分，都是属于1等1的好手。是。那目前的斜杠呢，也是自己在桃园林口那边有开了一个红野早餐店。哦，红野早餐店是自己当老板娘，跟她的老公也是桃园市背号66号的罗胜燕2位一起在经营早餐店，所以这几天是公休的状态。是，所以夫妻俩就一同南下到台中啊，来跟代表桃园来出赛。是，所以如果林口有飞盘爱好者，或许呢可以去我们刚说的红野早餐店用个早餐，然后也跟他们请教一下，哎，如果想在林口玩飞盘，有没有什么门路这样子？是。好，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啊，现在是中午12点47分，这艳阳高照的时候。然后我们的1号场地呢，也因为这几天的选手们的密集跑动哦，原本绿茵的样子已经都被慢慢磨平成黄色了。对，好，前面的追点 OK 没问题。得分的是来自桃园市6号的王君宏。对，刚刚一个操盘之后的转手围攻哈，很快速的。对。助攻的背号24号郭福军，也是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代表队选手，将近40岁的年纪还在这个天气下奔跑，真的是要给他鼓励鼓励啊！没错，把他的经验呢带到队伍里面，因为飞盘运动员其实生涯可以蛮长的，所以。或许可以有3个世代同场较劲的这个状况，那这时候老将们的经验传承呢，其实就是很宝贵的资产啊。对，像他们现在场上背号10号魏世杰，就是郭福军的学生，但是他们2个师生都可以在同个队伍里面持续的发光发热，也是很难得。就像在 NBA 湖人队的 LeBron， 对，跟他的儿子 Brownie，哎呦。这开得很高，从外围绕进来，好，现在桃园是台南的进攻被压缩得很后面哈，采取了一个区域防守。刚跟主播也聊到，台南市的进攻是属于比较快速型的，所以可以透过区域防守所压缩他们的进攻的节奏。哎，这里被抄掉了，马上打一个反击。右边其实有绕出个机会，但持续在观察，吃饭者没有选择出手。好，这边再给 ，OK。几次在 end zone 里面的跑位哦，让对手产生迷惑之后呢，由87号选手黄金绕出了空档。这边一个非常 easy 的接盘，黄金也是这次2024年世锦赛的中华代表队选手。看得出来，目前前4分打完，桃园市的流畅度是比较足够的。对。而且在拿下第3分之后，也马上利用这个场边的时间来做一下讨论。场边应该是台南市喊出了一个 time out， 因为毕竟开赛11分钟左右，对，就被拉开2分差距哦。因为这场比赛是攸关于是否晋级金牌战，适时的喊出一个暂停哈，也
稍微打断一下桃园现在正夯的气势啊。是，对。桃园市这次的代表队的教练是张爱勋教练以及陈建汉教练。那台南市这边的话是王国勋教练。这几位教练都是在我们飞盘界都是相当知名的，而且以往在当选手的时候都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也希望他们把他们的能力可以持续的向下扎根，让更多的飞盘好手的实力可以持续成长。我们画面上看到就是张爱勋教练，对。也是我们中华民国飞盘协会的秘书长哈，这次不止带队来参赛，同样在举行这场锦标赛，尽心尽力啊，包含所有的后勤啊，然后医疗人员的安排啦、记录台等等的，以及跟转播单位的协调，其实举办一场比赛不容易。是，而且秘书长是无给职的，就是透过他的对飞盘的热情，然后持续的为飞盘付出。啊，桃园市又回到了人盯人的防守。目前他们一直让他选手出现在左边的空档，这边有点危险追，不过他这速度蛮快的，没有问题。哎呦，这一次追的很 OK， 原本以为他追不到，结果南山还是步伐够哈。35号的洪玉祥，可以看到后面2名防守员追着他跑，但是他把他摘下，没有问题。看到每一支队伍在得分过后都会进行一些讨论。那场下刚刚在场上得完分之后，下来也会做一些跟队友的沟通哦。在飞盘比赛，确实在沟通上面是蛮重要的。毕竟7个人的小组配合，如果你不沟通，其实很难透过心电感应可以顺利知道你的队友想要做什么事情呢？尤其是平常大家都在各个县市就学跟就业，那是有这样子以所在居住地，应该说户籍地而成军的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也是把握时机，才可以凑在一起来进行团练哦。是本次的锦标赛呢，它是只要你户籍地在该县市就可以代表出赛，但全民运动会是必须你要涉及满3年，才能代表该县市出赛的。对，避免被挖角的可能性，避免佣兵军团。是。那包含桃园市其实也是近几年这个算是飞镖，不好意思，飞盘很强大的一个县市啊。是，桃园、双北这样北部资源，大家平常交流各方面练起来，跟资源是蛮丰富的。我们看到这盘场均传给了穆爱，对，顺利的拿下了桃园市的第4分。公开组的节奏就是比青少年再更快一些，是，而且稳定度也是相对比较高一点。我看得分之后，你看场边还是互相做讨论哦。对，我们还主动去找队友 call out， 然后跟他们讲说，我们刚才的情况怎么样？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他们的脸上都保持着笑容，是，好像是很享受比赛的状况。而且以往在飞盘比赛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学长学弟，是当你学弟做不好的时候就会被念了一下，但现在越来越以鼓励代替责骂，因为不断的鼓励，其实人的内心是可以持续成长的。所以威力教练其实在带选手的时候，你是都比较喜欢用鼓励的方式？我刚开始我也是骂的蛮凶，用骂的蛮凶，但是发现好像骂了也没什么用，不如又不用鼓励的好了。OK， 其实我觉得时代在改变啊。当时我们在玩那个年代，确实你骂了，你会想要持续成长。但现在的环境再用骂的，可能不是那么得意哦。对，就像现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跟主播差不多是77、78年左右。对。
那时候体罚是正常的，现在体罚可能就上网路了。是，再加上台湾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以及现在少子化，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都是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啊，教练啊，都是用爱的方式、爱的鼓励去鼓励他们。没有错。好，我们看啊，哇，这边哇哟，很不错。虽然第一拍没有接到，但是还是很努力地去把这个盘旋给掌握住。好，往前送，前点有人追得到吗？没有办法，不过是一个 good try。哦，廷义背号71号也指示他的队友说，可能在往场地的左手边再传一些会更好一些。因为刚刚看到飞盘是一直往场地的右边漂移啊。好，及时的沟通，再去做修正，这就是要赢得比赛啊，都是靠这些微小的细节去统筹而成，进而呢来增加你获胜的几率。苏云维现在在寻找队友的空间，好给出。啊，这边发生了一些状况，有一个犯规的产生，应该是在非持盘者的位置。我们刚刚画面照到，就是应该是有扣犯规的地方哦。那双方选手做个讨论。场上又有 pick call，越到了关键的赛事，可能出现的扣也会变得比较多一些些，因为彼此都比较紧张一点。对，然后也会为了自己队伍的一些优势，然后产生了一些扣。但我们会尽可能建议选手在场上，如果是非必要的，请不要在场上乱扣，因为你一扣，搞不好你扣错了，可是比赛要暂停下来，其实就造成赛事精彩度的降低啊。哎呀，这边想尝试一个扑接，可惜。好，这边很快又换成桃园市来发动进攻了。这边尝试一个超解，吴俊义没有办法超到。昨天他在预赛的得分量能是很爆炸的啊，不过目前他还没有太多的机会为台南市的得分来做贡献。哎，这边不错，影响到。我这片女生的协防确实干扰到了桃园市的进攻。刚刚超级的应该是叶雅婷，对，不然那飞盘应该又会被吴金给轻松给拿下了。黄金，对，黄金。好，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边往前送，哇，这完全判断到了传盘的路径了。叶雅婷防守端的贡献。哎呀，哇，这个有状况。刚才在扑救的时候，应该是手部有磨到了。哎呀，哇，这样子很不利哦。希望俊逸没事。先下场可能稍微冰敷一下，然后让防护员了解一下。他一直握着他的左侧哦。在篮球比赛，如果说防守方受伤的话，其实得力的进攻方裁判是不会喊暂停的。对啊，但是在打完飞盘那个 play 再说。是，但是如果今天是在飞盘场上，只要有人受伤，我们整个场地是会暂停下来。哎呦，精彩的抢断，这边做一个假动作，找队友，前面只有一个人，给出能接到吗？没有问题。
哇，这一分就关键了。台南是漂亮的超节后的快攻，由跑在前点的黄君志。刚刚那个飞扑的是黄世峰，哦，世峰因为刚刚是苏廷义的传盘哦，世峰跟廷义之前也是队友，对，哦，所以可能已经判断到他的启动的时间点，顺利的飞扑超节。这一季双黄连线精彩。哦，台南是目前把比数缩小到1分差。没错。上半场比赛，我们今天到了4强的时候是打80分钟了。抱歉更正，目前一样维持60分钟。我们还是维持60分钟。对，只有到冠军赛跟季军战的时候，才会打到80分钟。所以选手还可以调整一下，60分钟，然后是谁先拿到6分，就进入到中场的这样的赛制。那进入到待会的冠军战呢，我们就会打80分钟，然后就是要拿到8分才会进入中场。对，进入到中场。是。60分钟感觉是一个蛮长的时间，但其实比赛的紧凑性，每一分其实都相对是蛮关键的。对，而且因为跟足球一样，它没有在很特别的情况下，除非是有犯规出现，它才会秒数再回扣，不然其实秒数是一直跑的，然后它也不会有伤停补时。是，对，所以其实蛮快的。对，因为现在像我们的卫视节目前在走路的这段时间是持续在走的，不停表。不会像篮球，虽然一场比赛表定的时间只有48分钟，可是其实实际打起来也是可能要2个小时，没错。好，这边空中争抢，这个很精彩，哎 ，OK， 双方对于这个有些火气，有些火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播的画面。可能打到脸部的部分。可以看到桃园市的精神队长罗胜燕起来之后是比较激动，因为其实在站起来的第一时间，台南这边的选手是有跟他示意一下的。哇，天气热，选手也是火气比较大，不过没事。通常在这种时候，如果在场上这样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先把双方的水手先支开。对，相对啦，这个难得都还是会有一些身体的接触啦，那彼此还是要互相的了解一下。如果不是非刻意的，还是相对的，我们希望是比较和平的情况继续进行比赛哦。但确实到了4强或冠军赛，多多少少这种比较 hustle play 也会比较多一点。那也希望双方可以保持心平气和，持续让比赛能够正式的继续执行哦。对，而且现在场边也围成了一圈在做一些讨论。对，应该是双方的队长、教练以及观察员做一些讨论。我看起来双方应该达成共识了。好，那我们就现在5比3，上半场还有5分钟的时间。比较特殊情况，也是我们这2天转播一个火气比较大的情况出现，然后需要动用到双边的队长跟精神队长以及2位观察员围在一起小组讨论。双方确定好之后，就持续就定位。好，这边等对方举手示意。好，比赛重新开始，桃园的开盘，
在界内哦，哇，非常漂亮。在这个角落确实真是会压缩到进攻方的进攻的距离啊。尤其是他刚刚掉下来滚的位置还没有滚出去。哇，这一个开盘太精彩了。好，这边一个颠倒手的发挥有，哇哦！所以精彩的开盘就可以一下子把对方压缩在后面，然后适时的一个超节之后，马上的转攻转防为守，是转防对转守为攻，整个都精彩到我都这打结了。是上半场桃园是先取得6分哦，进入中场休息。哇，带着领先的优势，桃园确实让我们看到他们作为飞盘这个强线式的表现。好，观众朋友休息一下，精彩的4强赛，我们马上回来。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我们在下午回来的第1场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由桃园市出战台南市的公开组4强赛。黄衫军桃园目前是有3分的领先。两边在上半场也是有蛮多 hustle play 啊，甚至有一盘在38号台南市的38号选手王世豪以及桃园市的精神队长罗胜燕2个人在空拳争抢的时候呢，是起了一个稍微有一些争执。是，对，在飞盘比赛当中，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些身体的接触啊。但是刚刚看起来是罗胜有被打到脸的状况，当然起来会有一点火气比较大一些。对，毕竟现在是正中午的时间在比赛。没错。那大家都是希望可以为自己的县市争光。好，这个开盘就飞出了界外。选择到出界的开盘位置。双方确认一下出界开盘点的位置啊，因为原本画好的场地可能经过这2天的跑动，对，可能开始找不太到，但也确认之后没问题，排盘继续开始。哇哦，这个
哎呦，第二波，哎，哇，这边又有状况，应该 OK 这边。确实哦，在这种空中争权的时候，比较容易有身体接触。不过确实啊，这个对于进攻方来说比较难处理。是，可能现在双方的选手再确认一下，是苏奕成，对，苏奕成。因为这一场确实蛮关键的哈，就是获胜的队伍可以进行到金牌战。那现在观察员在做一些沟通。是啊，因为如果选手认为说自己的权益有受到影响，当然大家都是先据理力争了，是对，然后再由中立的观察员介入呢，大家取得一个最大的共识。哎呦，往前追呀！太可惜了，哇塞！我们看到自己的队友都已经想从后面飞扑，对，飞扑去下套圈了。不过很快啊，台南这边，哎，这边的传盘发生了失误。好，桃园市请求下半场的暂停。先缓和一下。选手的火气控制一下，然后再加上刚才比较凌乱哦，刚才那个前点，桃园这边一男一女的箭头拼命的往前冲，是对，很精彩。虽然没接到，但是很精彩，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一个扑接，另外一个是从对方的身上将近用滚过去的方式。对，不过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接盘的这个努力的尝试，对。好，两个都没有放弃，在最后一刻，你看，哇，男选手甚至整个跳起来去尝试，苏奕成很拼。现在看到场边台南市的选手也是在跟观察员在讨论上一片飞盘，可能双方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彼此做沟通，那在下一次的发生的时候，可以彼此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判断。所以其实飞盘运动不止哦，在场上用运动表现，那其实在很多这种看事情的沟通上，人与人的沟通上，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不是说你大声就会赢啊，对，就是沟通长到一个双方彼此接受的状况，需要点说话的艺术。是。我们看一下桃园市暂停之后所 setting 的战术，是不是有机会拿下第7分，还是台南市可以把这分顺利的守下来？哇，这个传盘有点太过不小心了哦。好，我们终于看到挺身而出的是台南市这边的得分好手33号的吴俊义。看起来吴俊义上半场那个有点小受伤的状况，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哦。他这个跑位蛮刁钻的，做了一个前后环绕的方式去迷惑防守员。在比赛场上，我们的那种短的 cut， 对，就做得非常重要。对，没错。因为一个转折，防守员如果在你的后方，你就很有机会拿到飞盘得分。急停的变向去迷惑，用脚步去迷惑防守者。吴俊义我们也看到，在昨天的预赛哦，他是台南队里面进攻能量非常满的一名选手。对，没错。那看看呢，这个分数进账之后，可不可以就此打开他的开关？让我们看到更多精彩的得分表现。
开盘的是女选手陈云。哎，这边被打断了，不过第一时间，好，他决定往前跑，让后面的比较擅长控盘的队友来组织这一次进攻。台南市主要控盘的是这位背号44号的温家伟，以及还有苏云威，对，包含队长池场佑，他也会加入后场3人的轮倒。是现在场上又有一个争议出现了。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画面可以大概知道场上的状况。往里面送的时候，应该是两人在争抢这一盘的时候，对，是陈云可能觉得他的路线有受到一些挤压，对，和双方沟通之后，盘权回到了桃园市。哎呦，没有问题，追得到，再送出。桃园市的进攻权还在持续。好，听得到台南市的选手在防守的时候呢，会喊左手右手，就是提醒防守持盘者那位防守，我们叫做 marker。对，你用动右手或动左手去干扰他的相对位置。这也是蛮聪明的一个说那个防守在场边帮忙 hold 的一个艺术哦。王家伟，哦呦，这一次终于让队长出了口气。池场佑刚才从中场的传导之后呢，把注意力交给队友之后，自己在前面当刺客，没有问题。哎呀，做了一个胯下砸盘的动作，是蛮帅的。因为台南市的盘风比较属于比较美式的，比较美式一些哈，得分之后的一些欢呼都是比较动作肢体动作比较大的这样子。他们的教练也是从美国学了蛮多飞盘带回来到台湾。毕竟在这么热的天气啊，每得一分都要振奋一下士气，所以适当的展现自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好，场上现在的阵型换成了3男4女，哦，4男3女，抱歉。开盘的是世豪。刚中场休息应该是6比3桃园领先哦，下半场台南市打了2比0的攻势。对。虽然飞盘的得分不像足球这么的困难，一场比赛大概就是2、3分左右，所以足球的那个欢呼的那个节奏又更大了一些这样子。但是飞盘也是一个不太容易得分的一个项目，所以得分之后很多选手都很振奋。好，这边往前送，这个机会哇，很精彩！来自桃园7号的蔡佩晨，哇，我们看一下刚刚2名台南的防守员在追，但是都没有办法在他手中抢下这一盘。哇，不过可以看到后方的选手在落地的时候啊，那个摔得比较重，是包含此时此刻他都现在还躺在草地上，然后队友们已经围上去关心他了，帮他扇风，帮他挡阳，哇，希望他没事哦。不过刚才桃园这边蔡佩晨那个接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干干净净。
只能说选手太拼了，每一个 play 都用尽洪荒之力去接去抢，那有时候可能落地的角度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会有受伤的风险了。是，毕竟拼搏了2天的比赛哦，确实体力上面，然后肌力上面可能都有稍微的，哇，看起来是有点踩到脚，导致他的一个跌倒哦。我们可能先让选手稍微休息，不要移动一下。好。还有大会在场边都有准备很充足的医疗人员跟防护员，所以现在先继续用询问的方式，看看选手的状况。可以看到连秘书长也上来关心啊。对，因为我们都希望选手在场上是尽情的奔跑，但是受伤的部分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哦。当然。好，我们现在场边有一个伤停的部分，我们对，因为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可能是看起来是膝盖的部分。好，在队友的搀扶下，先下去做治疗。是，然后整场比赛的大表的时间，待会会再跟大会做个最终的确认，是从哪一个时间点重新开始计算。我们也希望知慧没事哦，他看起来真的是很疼痛。好，那这时候就要考验板凳深度的时候了，比赛还是要继续来走。这盘开得非常的远，哇，又是在界内啊！啊，桃园市这个开盘2次的，都直接落在我们的最底线的位置。神开盘啊！对，然后再来做上前的区域联防的压迫。这边果然，这边要喊扣。吴俊宇马上在接盘受到影响之后，他马上示意。看起来双方是同意的状况之下，从吴俊义这边继续进攻。这个传盘有点危险哦。对，不过云威有顺利的把它接到。哎呦！哦，世峰也是一个常常在场上会飞扑的一个选手，动作很大。对，他包含的不管是防守或进攻的飞扑的能力都非常厉害啊。这边已经对选手们已经停下来，刚才在场上应该又有扣出现了。OK， 没有问题，场边确认了，就是这一分是台南市得分，算是台南市得分。OK， 达成了共识，那这样子台南市就再进一步的把分差给缩小，现在追到只剩下1分的落后了。这场比赛是相当激烈哦。对，
包含状况也比较多。是，哦，场边的选手在想说，哇，世峰很会接，到底怎么办到的哦？确实啊，世峰在场上的时候神出鬼没的。好，现在吴木外拿盘在场地的右边，回到了魏世杰，找到郭福军，这个 break 找到场俊，我这边抖了一下，哎，在出盘的时候被喊了一个犯规，对，这边要叫了。两位男选手温家伟跟魏世杰在争夺这一盘的时候，有一些争议。好，不过现在盘权还是在桃园的手上，他们的进攻还在持续，这个没有问题。得分的是队长魏世杰。我现在看到场地上面的风势也开始陆续的变大了。那待会场上的选手在控制飞盘的时候，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风势。有些双边会一直不断的变换左边跟右边啊，所以顺风跟逆风你要一直调整。没有错。对。我再看到背号55号桃园市的教练陈建汉哦，也在不断的在场上提醒选手。虽然目前领先2分，但是时间大概还有接近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对于一场比赛是非常足够的哦。对，不断的在做动作。OK， 他们现在把手打平，代表说我要确认你的女生是哪4位。对 ，OK。因为我们距离比较远啊，有到100公尺左右呢。然后如果看不太清楚的话，就用手势的部分来表示一下性别。是阵容上现在是4女3男的阵型。是。可能在 N zone的区域有一些情况。对，在画面的左侧的全都塞在左边啊！现在画面看去非常空荡，因为人都塞在左边。哦，是这里吗？台南刚才选手有一个往后弹，好像。不过没关系，比赛就继续开始。这边吴俊毅 OK， 又是吴俊毅哈。对，台南市的得分好手，苏云威的一个 backhand outside in， 顺利找到了队友。双方持续在紧咬比分。吴俊毅在随着比赛进行啊，他的进攻节奏也慢慢加温了。整场比赛打60分钟，11分制哦，所以目前也进入到最后1/4的时间。台南市王世豪持盘，待会做进行发盘，也在指引队友对位桃园市的哪一些选手。这一分其实对双方都是蛮关键的。如果桃园可以拉到2分差，对于比赛的胜利可能就是差距时间的问题。但是台南想办法能够追平，让比赛可以持续延续哦。对，
这场比赛还有悬念。是。开盘出界。杨场俊决定要从出界发盘点，虽然退后了大概3-5公尺左右，但是在场地的正中间做进行两侧的一些 setting 是比较好的。目前看到桃园市做一个3line stack 的战术，把所有的选手在场地的左手边让右手边的空间整个是拉开的状况。这里，哎呀，怎么会？嘿嘿，哇，20号的黄佩玉，我们都以为他10拿9稳了。是。那我们再看一下，刚好，没有掌握好，对，非常可惜哦。飞盘太炫了，指尖没有捏稳，真的是可惜了。好，这边再回给中间，哇，漂亮的超节！哇，这一片也是双方各送了一个幸福哦。对，打快就容易忙中出错，这边也是不断的破坏，不断的盘旋转移。在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控盘手，让队友们的情绪安静下来。这边尝试一个往前送，想来找郭福军，但速度跟不上。这边台南喊出了暂停，下半场的暂停，要做一些调整。在这个时机点喊暂停也还 OK， 大概回来还有大概8-9分钟的时间。是这个时间点，毕竟目前落后1分，台南市要想尽办法让分数紧咬在跟桃园市差不多，甚至1分差距，甚至追平，不然下半场如果领先2分，时间又终了的话，比赛就会直接结束了。也跟观众朋友先报告一下，在这场比赛桃园市跟台南市之战结束之后呢，在表定的1点50分，我们将带来这个青少年组的冠军战，以及最后在表定3点20分登场的公开组冠军战。所以后面有接连2场的冠军战啊，都是这个周末这场飞盘盛会的重中之重。观众朋友也可以持续锁定。那如果您就居住在台中呢，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往我们北屯来移动了。是，对。如果能够亲临现场来观赏我们的飞盘争夺赛啊，其实你会发现张力跟细节呢，是比透过转播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而且2场冠军赛的比赛时间都是80分钟打15分制，所以会比我们的预赛跟目前的复赛来得更加刺激啊。对。也考验了各队的板凳深度。好，暂停结束了，由台南市进行进攻发盘。
桃园市确认一下台南市站位没有问题之后，防守选手就上去了，在改变了一个区域防守。黄衫军往前去压迫，由人高马大的魏世杰去做防守持盘者。OK， 好，摸盘开始。好，台南的进攻位置被压缩在蛮后面的，面对桃园的区域联防哦，不断的左右在调度，看看能不能拉开一点空间，还是被队长给掌握到了，他稳沉稳。找到右边空档的女队友没有问题，哇，这就完全是靠防守带动进攻。是这片台南市的传盘稍微大意了一点哦，所以魏世杰拿到飞盘之后，马上传给了队友，拿下了桃园市第9分，非常的沉稳。他先做一个假动作 fake， 然后让防守者以为他要往左边来做进攻，是，然后给队友也拉开时间差，轻松的往右走，找到了7号的蔡佩晨。看起来现在场上，台南市可能要加快他们的进攻节奏哈，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讲剩下6分半钟左右，必须至少再拿1分，才有办法把比赛带入最后的决战。越是在紧要关头，越能显示出一支队伍的成熟度。如何在扛着压力的情况下呢？去做出最好的判断，然后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哦，就或许也还是有逆转的机会。我们看看台南这边怎么来把握。桃园现在换上的是比较年轻的防守组。哎呦，这个舍身救牌，还好有救回来。因为桃园市这几波的区域防守都带动了一些防守优势。对，尤其是前点的防守。哎呦，好，这往前送有了关键的1分。哇，这1分对于台南来说真是价值连城啊！接到之后往前顺势做给自己的队友，得分是背号40号刘嘉欣。嘉欣，他算是吃到一个饼了，是站在那个位置，刚好队友接到飞盘，没错。场上就是这么的互相配合哦，每一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为自己的队伍拿下胜利。好，那这样追到1分差，就还有机会哦。这边桃园也比出了场上的阵型，示意对方可以来进行开盘。场上现在是4女3男的组合。郭福金在左侧拿盘，有 forehand 找到了魏世杰，然后台南这一波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黏哦。一堆的盯防，哇！我刚才想做个高难度的抢断，可惜扑了个空。OK， 这个防守也是很可惜。对。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台南的防守企图心哦，不过，哇，你看这个，是温家伟是个飞扑超节的好手，真的，
他们已经尽全力了。不过台南的桃园的跑位各方面都还是有把人员的位置调整在一个合理进攻的范围，所以最后呢还是送到了黄金的手上。这么一来，他们就听牌阶段了。是2分40秒，最后时间，台南市至少还要再得到第9分，对，才有机会跟桃园去拼抢11啊。黄衫军、桃园市距离他们迈向冠军战只剩下1分的差距。台南市示意举手，代表比赛他们准备可以接受挑战。好，桃园市这边也准备开盘。雅婷在找寻队友的空档，好，这边场上发生状况了。哦，场上有 pick call， 在前端的位置。现在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台南市可能要加紧脚步，待会鸣笛，如果还落后2分差的话，比赛就会直接结束。是。其实这波防守，桃园如果是用区域防守的话，可以降低他们的就是台南市的进攻节奏哦。这个给的有点过长，让世峰没有顺利的接到。一个长传的尝试哈，不过这边其实，在桃园他们的后防也是有准备好的。哦，桃园喊出暂停。对，这么一来就很会善用这个比赛的规则。对，那么应该桃园就可以凭借自己在下半场的这个暂停的75秒钟，直接把比赛给结束掉，然后锁定他们的胜利。哇，这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比赛啊！关键的下半场暂停就压在这个时刻使用。黄衫军桃园，还有我们黑衫军台南，经过了一场精彩的4强赛，最后是由桃园这边拿下了通往冠军战的门票。好，刚才即便在场上，虽然有一些大家也都是为了这个求胜欲，还有求好心切，虽然在场上呢有一些火气的情况出现，但是比完赛，大家都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之后呢，击掌，然后就握手言和，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好，那我们现在在主播台这边呢，也为您访问到我们刚才比完赛，正坐在场边的桃园市的队长魏世杰，世杰你好。你好。我刚才看你们在做区域联防的时候，其实你有几次蛮精彩的防守，就是在前端马上把盘旋给拍掉之后，由你来发动一个快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战术设定？其实就是因为我的优势是手长脚长，对，所以就是用我的 marker 去给对方的持盘者做压力这样子。那假设他们真的就第一拍马上的 turnover 的话，我又是控盘的角色，可以马上去做一个反快攻的动作这样子。所以就不会有一个时间差的 delay。对，大概。刚才跟台南市的这场比赛，其实过程中一度蛮拉锯的。你觉得你们最后能把握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减少失误啊。对，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进攻组其实没有打得很顺，所以第1分就失去了。那后面还是有靠防守组帮我们把分数拉回来，甚至做反超。对，那这边就是很感谢防守组的给力，这样。对对对。OK， 好，因为其实这2天哦，礼拜天这样一连串这么多比赛，天气又这么热，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呢，你们已经拿下通往冠军赛的门票了，是还差1胜呢就可以荣登冠军。那对于下一场比赛最关键这场比赛，自己来说还是对团队来说有什么样的期待？尽人事听天命吧。OK。对对对，该练平常都练过了，所以这时候不会再多要求什么，就是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那输或赢它只是一个结果，那更重要其实是要享受这整个比赛的过程。OK。好，谢谢世杰，我们也希望你下场比赛可以看到你的精彩表现，祝你好运。谢谢主播。OK。好，观众朋友，那我们在场边访问完之后呢，稍后哦，我们稍作场地的整理跟休息，就会要进入到青少年组的冠军之争。那观众朋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